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丹山和绿道这边骑行啊。我呢就以这条林荫道路作为我骑行的背景，继续呢跟大家分享我的牙医说牙齿健康时尚专栏。前2期聊到啊，因为东西方的一些社会体系的不同，医疗体制和医疗体系呢也是泾渭分明啊。中国以往呢一直采取的一个大医疗，由国家来管控运营，类似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来经营国有的医疗机构。但其实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入，现在中国的医疗体系呢，也从以往的国有医疗体系占据整个医疗资源，到逐渐的成为公立和民营各占半壁江山这样的情形。只是呢，对于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讲呢，他还是习惯于以往的那种看病的模式啊。虽然呢也有很多的怨言，但是呢基本上还是选择到大医院去寻求尽可能的找到专家来为自己诊治，希望呢能够手到病除。这样的话呢，即便是付出前往这些大医院看病的种种困难，一号难求的困难局面，甚至不惜通过找熟人递红包，即便有诸多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求医的经历，但是呢，依然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前往这些公立医院。当然，我说的是这些大医院啊，号称3甲医院，专家林立的这些大医院呢，去寻求专家的帮忙。而另外一边呢，随着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医疗市场呢，也产生了类似国外那种有医生自己执业开业创办的私立的诊所。那么这些诊所呢，目前还是以牙科等专科的形式出现啊，大医疗的这种诊所呢，相对还是比较少。因而呢，老百姓在牙病的防治过程当中呢，根据自己的理解啊，慢慢呢也分流出了一部分的民众啊，去到让他感觉更温馨，交流更通畅，而且呢服务态度可能更好的这些小诊所啊。虽然呢还是有很多人抱有疑虑啊，因为这种诊所呢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呢也有一些打着私立诊所旗号的诊所呢，背后还站着投资人。资本呢也把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医疗市场当成一片蓝海，投入了不少的资金。那很多资本呢就把中国的医疗啊当成了一盘医疗生意在做。再加上在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的转换期，老实讲，国家呢也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的依据啊和管控的能力。再加上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我们在这边不方便说的一些因素吧，使得虽然那些私立诊所在社区已经遍地开花，但是呢它的口碑或者是在民众的选择度来讲呢，还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凡在中国社会老百姓来讲，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宁可到大医院里头去寻求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诊疗，也不愿意呢就近的去自己社区附近的那些医生自己开业的诊所啊。这就是一个社会现实，或者说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这个阶段它的一个过程啊。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老百姓意识的提高它必定呢是会出现更多的分化。到了某一天呢，我的理解就应该是跟西方整个社会一样普通老百姓呢更多的会选择方便亲切，尤其是对于一些健康保健常见病的一些治疗，大家会做出新的选择。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私人诊所，通过10年、20年的迭代他们在行医的理念、诊所的经营管理、诊疗的服务模式等等方面呢，已经向西方的同行看齐。但是呢，很遗憾确确实实这部分比较优质的牙科诊所还是凤毛麟角。而且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的这些民营的医疗，包括医生自己开设的私立的诊所，或多或少的受到资本的侵扰和影响，在做好医生体现价值和通过市场运作、诊所营销之间呢，有很多的医生选择后者。但是我觉得这些呢都是
整个医疗市场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必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过程啊，真的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呢放得太大，和以物化的眼光啊来看待这样的问题。那我的频道啊，或者说我分享这些牙齿健康、时尚方面的理念和知识呢，针对的可能是那些已经产生这样的觉悟，做出了一些选择，或者呢，在这样的选择之中有些迷茫、有些困惑的这么一个群体啊。就像一个医生，你在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行医，不可能面对所有的患者啊、所有的疾病那样的道理啊。即便是我做一个牙齿健康保健方面的专栏，肯定也不是对所有的人啊。所以呢，有些网友，如果你看我的视频，发现与你的理念不合，不符合你的需要啊，或者你希望介绍更多的在公立医院里头怎么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看病，有什么样的一些窍门能够和这些医生交上朋友等等呢，我一概无从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是一个在私立诊所里面从业了10几20年的人，我觉得无论是公立的医院还是私立的诊所，都有自己定位的人群，每个人呢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去做出自己的选择。稍稍呢有些扯远了啊，但是呢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些铺垫啊。针对昨天啊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位在北美的亲友，介绍他的一位朋友啊，因为在当地呢拔了一颗智慧齿，结果呢拔牙后出现了一些状况啊，只拔掉了牙冠啊，但是一个牙根呢还是被埋在了牙槽骨里面，并且在几天以后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疼痛，就到底要怎么办来向我求助。那我当然也给他提出了一些我的见解啊，那我就不重复我昨天所说的了。今天呢就重点想跟大家简单聊聊，你在一个社会中生活，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定位啊。比方说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技能，进而呢有多少的价值体现啊，都会决定你处于社会的生态链中啊，处于某一个位置。那么这些大量的个体啊，它就组成了社会的不同的需要。就像刚刚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啊，我们这个医疗市场呢也分为专家雄居的大的医疗机构啊，我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往往都是国家投入、国家运营，变相的呢，原本呢是希望能够解决有那种特殊需要、解决疾病重病的那个群体啊，但是呢，事实上啊，就成了大家仰仗的相对比较便宜，虽然看诊的过程比较艰难，但是最终呢，直接可以那些高大上的医学专家对上话的一个看病的场地啊。那么在这样的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生呢，我们一般都称之为专科医生，因为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你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门诊的挂号的窗口啊，他可能就直接给你分流了。通过3言2语的问诊，就知道你是身体的哪一部分需要哪一科的医生来进行诊治啊。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很自然的被推送到某些特殊的科室，在那边呢排队等候叫号，最终呢在等了很长时间之后，见到你仰慕已久的专家。只是很可惜呢，大部分人体验都不好，因为你可能排队了1-2个小时，最终呢只见了专家3分钟，甚至你想问的问题还没问完，他的一张处方已经到了你的跟前啊。你也不好在那边消磨太多时间，因为确实呢，后面还有一大串的病人在那边等候。就是我们国家的专科医生的一个工作的现状啊。这些专科医生理所当然啊，他是通过多年的学习，从医学院本科毕业，要读专科的硕士，而且在这些大的3甲医院、大学的附属医院里面呢，如果你不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呢，你都难有留下来工作的机会。这样的难度呢，绝对不会比考公务员低啊。当然，这可能也是老百姓啊信用这些具有多年专业训练的医生，在专业方面呢，他们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强大啊。而另外一种医生呢，就是散落在社区啊，在西方呢，其实就是指那些自己开业经营一家小诊所的医生。这
这些医生的绝大部分呢，都被称之为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这个说法呢，就会让人家联想到有点万金油的感觉啊，就是什么都会看，但是呢，可能都不是那么的专。而本身的情况呢，也确实如此。因为呢，它主要肩负着一个社区它的一个特定的人群或者定位人群的一些医疗、保健、预防、常见病的医治，并且呢，长期管理你的健康。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长期的和自己的病人群体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全科医生已经和他的病人们呢融为一体啊，互相称之为朋友。那么可以想象啊，病人去寻求这些全科医生帮助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形式。比方说，你可以打个电话或者约个时间呢，仅仅是做一次让你困惑的一些问题的咨询，而更多的就是定期来做一些健康的管理保养。比方说，我们牙科啊非常注重的每年2次的洁牙，就是老百姓说的洗牙。每过2年呢，拍一张全景 X 光片，作为你的一个医疗档案啊。对于那些已经进行过治疗的牙齿，在复查的时候呢，确认它们的功能是否完好，并且针对目前牙齿的实际情况呢，跟自己的病人做一次细致的分享。不仅是医生要了解你的牙齿的状况，或者说是某些病情，更重要的呢是让患者能够了解自己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它的轻重缓急，在大家的这种沟通之中啊，就很容易做出一些取舍，达成一些治疗的方案。好了，那今天我的牙医说关于全科牙医和专科牙医的简单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啊。希望对大家有益，欢迎大家的反馈，欢迎大家的提问啊。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